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舒芙蕾。舒芙蕾轻盈柔软的半熟质地，吃起来真的非常美妙。制作方法也可以称得上是简单快手，很适合当做下午茶点享用。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会详细介绍舒芙蕾制作中的一些细节，希望能帮助你做出顶部不开裂、侧边不外溢、好看又好吃的舒芙蕾。先来准备用到的模具。今天的食谱可以做大约2个舒芙蕾，每个容器在200毫升容量左右。根据你用的鸡蛋的大小，最后蛋糕糊的体积上可能会有些偏差，但是影响不大。用刷子在容器的底部和侧壁均匀涂抹上一层软化黄油，这里可以随便怎么涂抹都可以，没必要必须从下向上涂。在容器内倒入细砂糖，晃动容器，让砂糖均匀铺满底部。将容器侧过来，不断旋转容器，使得容器侧壁也均匀沾满一层砂糖。最后倒扣过来轻拍几下，倒出多余的砂糖。这些附着在侧壁的砂糖就像是滚轮一样，帮助舒芙蕾向上膨胀。预热烤箱到210摄氏度或410华氏度。这些是舒芙蕾用到的食材：鸡蛋2个，我用的是每颗55到60克的大号鸡蛋；全脂牛奶80克；无盐黄油20克；细砂糖35克；低筋面粉10克；香草精2克。分离鸡蛋的蛋清与蛋黄。蛋清放入一个干净无油的搅拌盆中，取一口小锅，以中小火加热，加入无盐黄油，加热到无盐黄油完全融化，倒入低筋面粉，持续搅拌。锅中没有太多水分，因此面粉不会结块。将面粉搅拌均匀后，倒入全部的牛奶，同样持续搅拌。随着温度的提升，面粉中的淀粉逐渐糊化，锅中的液体会渐渐变得浓稠。这里一定不要心急，火开大了的话，液体糊化不均匀，就容易产生面疙瘩。这个糊化的过程使得舒芙蕾面糊的含水量非常高，也是舒芙蕾拥有软嫩水润质地的原因之一。一直到锅内的液体变得浓稠，搅拌后能保持一点纹路的质地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你用的鸡蛋比较大的话，这里也可以继续加热，让面糊更稠一些。趁热加入2颗蛋黄和香草精，持续搅拌，让蛋黄完全混合均匀。如果刚才加热时不小心使得面糊中有很多结块，可以在制作完成后过一遍细砂网，来获得均匀细腻的蛋黄糊。盖上盖子可以防止表面变干，放置到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来打发蛋白，用打蛋器的中速搅打。舒芙蕾的蛋白霜不需要太强的膨胀力，用高速搅打进过多的空气的话，在烘烤阶段就容易导致舒芙蕾膨胀过度，进而顶部开裂。持续中低速搅打出的蛋白霜细腻绵密且稳定，很适合制作舒芙蕾。等到蛋白霜的气泡变得绵密一些后，开始加入糖。糖分3次加入，每次加入后都搅打大约1分钟的时间，再加入下一次糖。最后一次加糖后，调整打蛋器的速度到中低速，一直搅打到湿性发泡的状态。如果搅打到硬性发泡的状态，最后舒芙蕾质地就像是蛋糕一样，过于蓬松干燥，而不是湿润绵软的状态了。搅打完成后，取一刮刀的蛋白霜，加入到先前的蛋黄糊中，用翻拌的手法将两者混合均匀。倒回到蛋白霜中，
同样以翻拌的手法完全混合均匀。最后，舒芙蕾面糊均匀细腻有光泽，有较好的流动性，从刮刀上滴落的面糊能在短时间内保持纹路。小心翼翼地倒入先前准备好的模具中，到大约9分满的状态。这里不要倒得太满，否则烘烤结束后侧边容易溢出。在桌面轻震几下，震出大气泡，同时也让表面平整。如果你的面糊在倒入模具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边缘，这里要用手指刮一圈，让边缘变得比较干净，有助于获得平整好看的侧面。放入210摄氏度或410华氏度预热好的烤箱中，烘烤大约15分钟。具体的烤制时间与你烤箱的实际温度、用的模具的形状大小以及材质都有关系。不确定的话，就盯着点烤箱，看到舒芙蕾顶部变成较深的焦褐色时就差不多了。此外，烘烤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底部点烤盘，烤盘会阻碍模具的受热，最后舒芙蕾会需要更久的时间烘烤，且膨胀高于模具的部分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定型，无法包裹住内部还没有烤熟的蛋糕糊，导致舒芙蕾侧边有溢出的情况出现。好在对味道的影响并不大。出炉后在表面撒上糖粉就可以享用了。舒芙蕾最佳的赏味期就是刚出炉的10分钟之内，高温快烤使得舒芙蕾中心处于半熟的状态，在高含水量和湿性发泡蛋白霜的共同作用下，质地湿润又轻盈，侧边的细砂糖在烘烤后变得焦脆，丰富了舒芙蕾的口感，真的是非常美味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